印度为什么选择禁止进口108种武器？为什么说印度实现国防自主化可能要牺牲印度的国防力量？根据媒体于6月4日的报道，印度为了实现国防自主，对108种武器颁布了进口禁令。这是一种很奇葩的做法。想要实现国防自主，应当做的应该是让印度本国内生产出的武器装备已经可以取代这些进口武器了。然而在选择不购入外国武器，进而实现国防自主。然而印度却颠倒了这个顺序，他们决定直接禁止进口大量国外武器，让军队只能使用本国生产的武器，使得印度国防自主的目的达成。可是印度武器装备一直以来就是问题频出，数据不达标。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种奇葩的方式实现了国防自主，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削弱了印度自己的国防力量。而据了解，这已经是印度颁布的第2份武器进口禁令了。在这一次的清单上，印度对于武器、系统和平台都进行了限制，总共进口的类型达到了108种之多。而印度甚至还将这份清单称为能让印度武器装备积极本土化的清单。他们表示，在禁止进口这些外国武器之后，就能够对印度国内武器的自主生产和印度武器出口国外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说法很令人困惑。确实，在印度禁止进口后，印度军队就只能使用这类型的印度国产武器了。但是其他国家并不会因此就选择相对较差的印度武器装备。印度国防部还对这份清单做出了说明，称在这份清单上的武器和装备有很大一部分是印度正在研发和试验的产品，都是在未来很有可能变成印度本国和国外订购订单的。这次印度的进口禁令就是对这些产品的肯定。这份说明其实也很迷惑，正在研发和试验，也就是说还没有可以拿得出的产品。如果是确实已经生产出来的印度国产武器装备，勉强可以取代国外进口产品了，那么禁止进口还说得过去。现在连东西都拿不出来，就禁止进口国外的，那对这些印度自研产品唯一的激励作用，就是无论他们的产品多差，印度军队都只能选择接受。为了实现国防自主化，拿牺牲印度国防力量来做豪赌，这样奇葩的行为，大约也就只有印度能够做得出来了。为何俄专家认为很多人忽略战略轰炸机有多么重要？这也是中国为何必须发展轰20的原因。敬请关注本节目。俄罗斯军事专家在军事评论网站上看文称，很多人忽略了战略轰炸机作为向核武投送的一种手段有多么重要，而这正是俄罗斯依旧领先于美国的重要原因。核弹是需要投掷到敌方领土上的，但与很多公众心里的认知不同，美国空军目前大量存储的核弹都是重力炸弹，包括 B61 或 B63。当然，美国有优秀的空射巡航导弹，其 AGM-86、ALCM 巡航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但可惜的是 AGM-86、ALCM 只能搭载于 B52轰炸机上，而性能更好的 B1和 B2却无法搭载，这就造成了非常奇怪的结局。B2只能凌空投掷核弹，即便 B2的隐身性能是全球最出色的，它真的能在现代化战场上深入对方领空投弹吗？考虑到中俄等国拥有强大的空军和防空力量，这对于 B2而言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美国周边是与世隔绝的大海，俄罗斯轰炸机不可能在欧洲上空飞行，因此唯一的路线是通过北极。俄罗斯轰炸机有哪些优势？首先是出色的 KH-102导弹，其核弹头为25万吨当量或者100万吨当量。这款导弹拥有5500公里的巨大射程和7至10米的出色精度，它可以从格陵兰地区轻易的发射，越过加拿大无人区到达美国，所以它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实现类似洲际导弹的核威慑能力。俄罗斯目前拥有的17架图160能够搭载12枚 KH-102导弹，共计204枚导弹；60架图92每架可携带8枚导弹，共480枚导弹。也就是说，俄罗斯空天军的总运载量达684枚核导弹。作为对比，60架美国的 B52轰炸机每架可以携带20枚 AGM-86、ALCM 导弹，那么它们总共可以携带1200枚导弹。但实际上，美国取消了 AGM-86的后续发展计划，目前仅保留有500枚左右的存货。B52仍将服役多年，然后陆续被 B21取代。美国未来计划以145架 B21轰炸机取代 B1、B2、B523个机型。当然，美国也要研发新一代核巡航导弹，但服役时间就无法确定了。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航空核力量处在下滑的状态，但以美国的能力，随时可以将该能力补齐。飞机作为全球第一种向敌方投放核弹的武器，似乎今天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影响力。由于跟踪观察技术手段的发展，防空导弹的强化，飞机变得太脆弱了。
这可能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再像1960年代和1970年代那样重视空射核武发展的原因。战略轰炸机是非常昂贵的，同时也是非常脆弱的东西。一些国家如英国已经完全放弃将航空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手段，而法国由于国土纵深不大，采用了阵风战斗机投送核巡航导弹的模式，也是基本够用了。事实上，今天只有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拥有战略轰炸机，但中国的轰六无论是航程还是突防能力都无法与美俄轰炸机相比，而且轰六还缺乏空射型核武。中国目前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东南沿海，所以对中国而言，发展轰20的空射核武依然是必须的。它可以提高中国核力量的反应速度和抗击打能力。如果能发展类似俄罗斯 KH-102导弹一类的武器，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火箭军的压力，为中国的国防安全提供更好的保护。美国侦察机再踩红线，我军善意已足够，继续摩擦将走火可能性增大。美国专家开始警告，若是继续将重伤自己。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据台海网援引自由时报报道，近日台湾海峡出现一架美国海军型号为 P-8A 反潜巡逻机，后由我国解放军广播驱逐后驶离其海域。经有关数据记录显示，这架侦察机由加手纳基地起飞向南飞行，靠近我国海域时，解放军发现并进行广播驱离。另报道还称，巴士海峡、西南空域也出现了美国不同型号的巡逻机、侦察机和加油机。美国频频派遣军机、船舰进入我国海域和领空，不断挑战我国解放军的耐心，促使中美的关系和矛盾一步步走向下坡。中美两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大，极有可能将两国的关系推入新冷战的局面。近期台湾局势严峻，美国此时派侦察机进入我国台湾海峡，无疑是踩到了红线。美国这样的行为不会给双方带来好的结果。如基辛格所说，中美的摩擦最终促使的局面只能给双方带来不好的影响，谁都不可能是最后真正的赢家。虽然照目前来说，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但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国目前的发展也是不落后的。美国政府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自从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就投机取巧给中国施压，不只是中国，俄罗斯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一项采访中回应道，西方国家的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破坏了全球的安全体系。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对全球的安全出谋策划，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压制，导致双方矛盾加深。美国应该清楚地明白，中国的军队今非昔比，解放军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军队的时代。如果硬碰硬，吃亏的必定先是美国自己。军力上我们有巨大的优势，经济实力上我们也有优势。美国应该想想，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为什么吃了败仗？回头想想，是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综合实力的提升，再来跟中国叫板？中国海军、空军实力目前在全球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而且中国的军队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美国应该能够明白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的知道，现在的中国不是以前的中国，是不好惹的，但只有美国政府还在装糊涂。美国专家也明白，美国应该冒险与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一次讨论中称，应该摒弃和中国对抗的想法，军事力量并不是外交的唯一工具，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能力，否则伤到的是我们自己。我国向来都是表露善意，但是美国非但不收手，却还变本加厉。我国善意已足够，如果美国还要对我军发起挑战，那我们只能给予回应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解放军军队实力雄厚，不管美国政府是在装糊涂，还是在恶意的搞小动作，如果踩到中国的红线，必将给到的是迎头一击。恶意的释放危险信号，最终坑掉的只能是美国自己。伴随着全球疫情影响导致的经济危机出现，越来越多的情况已经证明，战争信号已经十分明显。而就在最近，随着美国死亡人数突破60万大关，对华策略也越发凶狠。据俄媒透露，美国当前国内疫情形势极端危险，死亡人数已经突破60万，而且目前没有任何情况表明这一现状正在得到改变。然而，在6月2号，美国国会209名议员联名要求向中国施压，让中国必须承担这一次全球疫情的责任，向美国赔偿所有相关损失，而这一数字高达10万亿美元。事实上，由于美国在亚太的对华策略大力扶持印度对华战略的考虑，对印度并没有实施严格的封锁政策，这导致大量外来人口，尤其是印度人口的涌入，感染性和致命性更为强力的变异毒株也开始在美国传播，这让美国国内陷入了新一轮的增长期。
这种状况完全就是由美国自己一手造成，却多次用荒唐的政治手段炮制谎言，想要让中国为美国的不负责任买单。此前，复旦大学教授沈毅就曾经指出，早在2020年2月份，武汉发现疫情的时候，美国当时的总统特朗普就已经得到了相关情报，内部会议中已经肯定了对新冠疫情的危害性。结果，白宫任何措施都没有进行，没有对美国民众进行任何警告，反而一些参会人员开始抛售一些形势正好的航空、餐饮业的股票，转头购买医药和线上软件的股票。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则开始召集一些同阵营的美国精英阶层，收集了大约300万美元的核酸检测试剂，准备应对美国初期的感染问题。然而，当特朗普集团发现时，这个疫情主要发生在竞选对手拜登优势选票的州，这完全可以用来攻击竞选对手拜登时，这300万美元的储备彻底消失。有观察人士指出，当前美国因为疯狂的量化宽松，已经导致美国通货膨胀严重，全球大宗贸易价格直接上升，而国内也开始不断出现系统性的崩溃。美国国会200多名议员联名，要求向中国索赔10万亿美元，本质上是要在制造政治议题，通过施压的方式，让中国交出积攒多年的财富和实物，来对冲美国人自己制造的通货膨胀。而这在当前的国际形势背景下，可以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战争信号。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也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吸血的地区，美国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本身中美间的对抗，就是因为美国害怕中国的快速崛起，精英阶层焦虑这种情况会打破美国全球霸权。如今因为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精英阶层的焦虑感。随着局势的进一步紧急，美国高层是否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直接引爆战争，这一点必须值得警惕。